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《爱情保卫战》。好，接下来认识我们今天强大的情感疗愈团成员。大家好，我是于波红。爱情它是会释放神奇的，好好牵一个人的手，闭着眼睛也不会迷路。大家好，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来到咱们爱情保卫战无论是遇到什么问题，遇到什么困难，来到这个平台都会迎刃而解。大家好，我是莎娜。在婚姻关系当中呢，情绪价值抵万金，接住对方的情绪，才能捧住彼此的心。大家好，我是心疼米娜，愿大家相爱容易，相处不难。大家好，我是曲伟。爱情中虚弱的人呢，给出的爱是控制，而强大的人给出的爱是包容。让我们掌声欢迎今天来到节目求助的两组嘉宾登场，欢迎他们。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，赵先生39岁，来自山西，自由职业；王女士40岁，来自山西，自由职业。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感情问题呢？你觉得你们的婚姻出现了什么问题？我实在忍受不了他的暴力行为，只要脾气上来，动不动就砸手机、砸电视、砸各种东西。他实在是太能唠叨了，整个人都心烦呀，也不要我在家每天发脾气。我和他结婚15年了，我就想他为了我，为了孩子，多存钱，少投资。我投资是为了什么？我还不是为了家好呀。我知道现在他没有赚到钱，但有一天他肯定能成功。今天你们谁提出要来的呀？我，就是女人嘛，有时候爱唠叨嘛。我要唠叨他几句，他就生气了。他的脾气特别的大，这么多年嘛，就是值钱的东西，手机也摔坏好几个，电视机也砸坏过。就是他要脾气上来的话，就身边有什么锅瓢呀、盆呀，拿起来他就摔。伤到过你吗？有一次就是孩子就是刚出生不久嘛，在那儿哭呢，哭了我就想着孩子哭几声没啥，锻炼他的肺活量就等于。然后人家就生气了，人家觉得孩子在那儿哭你不管，你就在那儿看手机。他就起来就跟我说，你听不到孩子哭吗？我说孩子哭你也可以管，对不对？又不是说就我一个人的孩子。然后两个人就吵起来，吵起来了以后，我们茶几旁边就有个小的那种塑料凳子，然后他就把这个塑料凳一生气就砸了，然后就砸起来一个小碎片儿。我那会儿还没戴眼镜，镜面的眼镜好像是，然后就划伤了，我就哭了，完后来又吵得特别厉害，然后人家起来就把电视机也给砸了，砸完他就走了。他有对你动过手吗？他一般对我不动手，他一生气就砸东西，估计是不敢打我，所以就砸东西。为啥呀？那不都花钱买的吗？当时生起气来，确实自己控制不住。这些年一直是这样是吗？15年的婚姻当中一直是这样是吗？在去年的时候开始有变化，开始出去学习什么的，完了自己就你出去学习学啥？各种吧，有营销课，也有这些其他的。那你为什么想到要去年出去学习去呢？认识一个人，认识一个算我一个人生导师吧。你快别提这个人生导师了，不提这个人生导师我还不生气。人家他认识一个就是在我们当地也开了好几个店的人，看着表面挺风光，实际一屁股的负债。人家就在群里头给他发了个消息说，能不能借点钱，逼着我就要给人家借2万块钱。我说咱家的钱都存的死期啊，我说不能借，再说也不太了解啊。人家就不行，非要逼着人家说你的朋友就是朋友能借，我的朋友就不能借了就跟我逼着硬让我去把死期取出来，他就给人家借2万块钱，借2万块钱到现在也没要回来。有一次我就跟他说，我说孩子开学呀要学费了，你去跟要钱去吧。人家还特别生气说他没钱，他有钱他就还你了，还用你要呢，就这样。确实没有，借他钱时候其实我知道他外债很多的，因为他帮助了我，他使我成长，所以说他让你哪儿成长了？你跟我说说。就是各方面都有，就是最简单的，我们之前不是开了个串店开业的时候我连一句话都没有讲，没词儿，不会。认识他以后我出去学习什么的，但后来就是可以给别人讲课了已经。他起到的什么作用？这个导师领着他，我们是山西的嘛，去太原嘛听课嘛，花钱嘛，一年光是听课的费用也能花个1万多块钱，就起到那这个导师是个销售是吗？不是，他也是那里面的会员。啥课呀？这听了用音、剪辑、拍摄，还有这些
人身上的、自媒体的一些自媒体的一些事情，还有一些就是人生的大道理。你是不是在外面就经常上这样的课呀？经常上，几乎月月都有。每个月得投入交这些钱，交多少钱呀？学费的话，也就是500左右吧。学费是500，但是去了吃呀、住呀、住酒店呀，这都是要花钱的，都是自费的。这内容就是教他们怎么挣钱。我就听他说，都是一些当地的就是企业的一些老板，他就教他们什么是企业规划呀、规避风险呀这些，但是我也不太清楚。对，反正你们能不能挣到钱不关注了，因为那些老板们挣到钱了。对对对，没错没错，要不然现在知识付费那么火。那我再问一下，就是你们主要的收入是靠谁来挣得多一些？他比较挣得多一些。你是家里的顶梁柱是吧？算吧。那你觉得收入怎么样？一般吧。那你会去投资啊什么之类的吗？会投资。投资的眼光怎么样？他投资的眼光真是太差了。从结婚到现在一直在，就是小的也投资，大的也投资，也投资过好多项目了，就是一次也没见回本。就是我们去年还投资一个，就是那个汉堡店，王晶投了8万块钱，到现在1分钱没见回头钱。但是这个汉堡店他现在还在运营当中呢。运营当中他也是在赔钱的状态，他也不挣钱。我觉得现在这个不要瞎投资，咱们安于现状，就现在把咱们的日子过好就行。他就老想着咸鱼翻身，我要是不投资的话，我咋能翻身，咋能挣钱？因为我们孩子今年都14岁了，都念初1了，我就想让老师说一说他，就是不要家里只要有点存款的话，他就要投资。就一个孩子是吧？对，男孩。平时他管孩子管得多吗？一般都是我管，他也管。但是我们俩这个教育理念太不相同了。咋不相同呢？说说。就是现在在学习阶段嘛，我不要求他的成绩有多好，但是你得去努力。孩子现在可以说玩手机就到了沉迷的阶段了。每天早晨起来的时候连脸都不洗，早点也不吃，就开始玩手机，一直玩到晚上。你要这个手机的话，得要好几次，有的时候一要还要跟你发脾气。他也不管，他也不让我管，我一管，他完了就跟我闹别扭，我一管他就跟我闹别扭。我们孩子念的是私立学校，孩子就是1个星期才回家1天，就是周6下午回来，周日就走了，就是星期天这1天玩手机，其他时间学校又不让拿手机。孩子在学校嘛，每天早上不到6点就起床，晚上11点才睡觉呢嘛，学习学得挺辛苦，要劳逸结合嘛。回来玩一会儿手机，我觉得没啥那不能把孩子逼那么紧，万一逼得厌学咋办？但是他就觉得不能玩，就是玩就是最多玩个1个小时就行了。关键是不管是放多长时间假，他每天都是这种状态。我们说咱们出去或者吃口饭了，或者去我妈那儿他都会说2个字，我不去，我不想去，就这样。而且都是在作业没有完成的情况下，他一直在玩这个手机。写作业的时候我得催好几次，好话也得说，有时候也吼2句啥的。包括家里的家务啥的他在慢慢的成长过程中，就是甚至有时候玩手机玩到啥地步开始说脏话。一般简单的家务你帮忙去做一下，去学习一下。我不要求你天天去做这个事情，但你得会。但他就怕孩子受苦呢，就不让做。你觉得他有点溺爱孩子是不是？对，他太溺爱了。你对你老婆还有啥不满？特别尬，就不懂得给别人留面子。就有一次我请一个哥哥吃饭，就是我那时候其实学习拍摄跟剪辑都是靠人家，就跟着人家那儿学的。然后吃饭的时候，就是正好我们那个串店开了，然后我请人家吃饭。吃饭的时候我点菜，我一点他就说你少点的，就当着他们的面就说你少点的。我再一点他就说我不吃这个，你问问他们吃不吃。当时的场面这个气氛特别的尴尬。然后吃完这顿饭以后呢，还是那个哥哥看见他就这样，那哥哥人家跑上去买的单，我心里都特别别扭。我就想着跟他说不行，把这个钱给人家还咋弄的。然后他高兴的还笑了，完了说那不是挺好吗？还有一次呢，我带着他去拍片嘛，到甲方那边，我是探店嘛甲方那个就是有一个麻酱，它是特制的说这是个特色，你给我好好推一下给我们期待挺高，可能那些厨子调的时候就有点发咸了。然后他吃的时候就说啥东西了，难吃的，就这样，反正说了好几次。拍完片的时候开始吃的时候，不是甲方就进来了吗？说这感觉怎么样呀？
他完了就光笑不说话。完了我看见这样不是挺尴尬的，我说你想说啥说吧，我意思让他点到为止就行嘛。然后他就一直说这麻酱真难吃的，啥东西了，你说的还那么好干啥的。然后说完这个话以后呢，他还哈哈哈哈嘲笑人家了，就甲方的脸色就变了，然后那单就黄了嘛。我这个人比较直，我想说了，但是话到嘴边我就不要说了。我想着啊，他说你说吧嘛，有啥就说啥，没事儿。我就说了嘛，他说了他又生气了。那你太真实了，先生，你不了解你妻子吗？我没有预判到他就会能把甲方就太那话说的那么真实，对，没说那么透，可以委婉一点嘛。麻酱倒挺香的，就是口味稍微重了一点点。但是他真的真是太咸太难吃了。刚才丈夫说了对妻子的不满意啊，老婆你也说一说，你对他有啥不满意的？他这个人说我情商低，我感觉他的情商比我还低。怎么了？就每次去我婆婆家，本来我跟我婆婆的关系也不是太好，我婆婆饭没做好，就桌上放了几个苹果，然后我就拿起来吃了一个，我婆婆就估计是不高兴了，但是我也没看出来，她就跟她儿子说，这个苹果不是给他买的，他来了每天锅也不洗，饭也不做啊。逮啥吃啥，家里有点吃的全让他吃了，说全让我吃了，他也不懂得维护我，我就觉得他就没有起到好的作用，而是来回的给挑事儿。他不懂得尊重老人，包括就是尊重还有关心这些，他就不孝敬，真的不会。就是去我们妈家吃饭，到现在都是多会儿端好了拿上去了，他开始再吃，就从来没帮助过一下。然后吃苹果那个时候啊，他不是现在，就是我们刚结婚那会儿。你想，我爸他是一个矿工嘛，他挣的不多，而且苦特别重。然后当时呢，我们是兄妹3个人，我跟我弟他离得特别近，差2岁嘛，给我弟跟我买房子，然后又结婚。那时候的就经济比较差，然后买点吃的可能就是给我妹了。所以说他吃的时候，是不是应该问问我爸我妈他们吃不吃呢？让一下呢，最起码。然后或者的是想吃，咱不能买一个嘛。现在的话，你问他是不是这样的，吃上拿上回来。那关键是你说自己买，问题自己还没买上的话，那饭没收了，我饿了，我不能吃个苹果吗？现在他对于就是你跟你婆婆之间的关系维护的怎么样？也不太会维护，他也有一点那个妈宝男。那会儿不是我们还没买车了吗？我就想着肯定以后会涉及到买车的问题，我就说你要不学个车本吧，就跟他妈商量。他说妈，我想考个驾照。妈说考那有啥用？能买起个车吗？没用。然后他就不考了。当时考驾照的话就应该最多就是3000块钱。过了1年再考这个驾照的话，还是他妈同意的，他才考的，多花了好多钱。哦，就是因为你认为刚开始的时候学驾照便宜，对，等到后来驾照贵了，前面是他妈妈不让他学，后面是他妈妈让他学啊，我让他。你这么听话吗？我让他学，他不学。对，他妈让他学，他就学。年轻的时候就是比较叛逆嘛，伤过我妈妈的心嘛，所以我就是从那以后我就特别听我妈妈的话，就是尊重妈妈嘛。对，尊重妈妈，尊重爸爸。其实也是为了孝敬才尊重的。对。也并不是说事事都听妈妈吧。对对对。他有让你觉得你特别接受不了的行为吗？以前开了个店嘛，有个服务员嘛，小美女嘛。我有一天就下班了，去店里头找她去了，就给她打电话，我说你在哪儿呢？她说在地下室，厨房在地下室。然后呢，我说那你上来吧，我来了。我说你出来吧。等了2分钟以后也没出来。又等了几分钟还没出来，我就说你去哪儿去了？从那儿地下室上这个1楼的话，最多就2、3分钟就上来了。然后我再给打电话，人家说我马上就出来了，我买点东西从这条街回来。我就问他，我说你干啥去了？他说我买了点东西。我说你手里头的东西哪去了？他也说不出来。我就说你到底干啥去了？我们俩就吵起来了。今天不说清楚的话，我就跟你没完。最后让我逼得不行了，我们俩在大街上就叫起来了。他说是给那个小姑娘喝醉酒了，给她停车去了。我说那为啥停车就不能说实话实说啊？你就说停车，为啥要骗我在店里？我打电话的时候，他以为我不在，没去找他，他就骗我。不是你为啥不说呀？他整天就是这种疑神疑鬼的。他那段时间不是上班呢。有时候拍片的话，然后我就带人家那个小姑娘拍了2次片，人家完了就经常冷嘲热讽的说了，哟，我都快下岗了，就这样。我是怕她自己心里头乱想，
然后我撒了一个谎。那你这样撒谎的话，我不是更乱想了？整天乱想，你才这样，我才撒谎。那你认为他和这个小姑娘有事情吗？当时认为我就感觉有事情，后来想了想，应该是没有，因为我没有抓住实质性的问题，但是我还在考察中。今天你们谁提出要来的呀？我。你想来是想咋的？不过了。就是我就想的是让他不要乱投资，家里又有点钱就投资，还有改一改他这个脾气。好，来，先生，你对你媳妇儿有啥要求吗？没有，我感觉她挺好，就在那个管孩子上头，她得听我的。还有就是多孝敬点父母。接下来咱们听听各位老师们什么样的建议啊？来，于老师，这位丈夫要记住，采用暴力的手段和方式去解决家庭矛盾的男人，那是最无能的。妻子，在这段婚姻当中，你也存在着不少的问题。我尤其反感的是，你称自己的丈夫是妈宝男，但听来听去，他只是对妈妈的尊重。难道做儿子的结了婚，就不应该有妈妈的存在了吗？另外，我们时时刻刻自己不高兴了，婆媳闹矛盾了，老公听妈妈话了，老公和妈妈亲近了，我们就给他按上一顶妈宝男，这会让生活、让婚姻更加复杂的，它会更加逆反。夫妻之间是伴侣，也是伙伴，是世界上最甜的那种合作伙伴，所以合作好了，家就温暖了。谢谢。二位确实其实都挺朴实，只不过在说话技巧各个方面出现了这个偏差，还有这个投资也一样，谁都想挣点钱，但是呢还是脚踏实地啊。之前的时候您夫人也说，我先顾眼前，自己做好准备也好，完了之后做完调研也好，各个方面的工作不要盲目的去投资，因为钱现在都不好挣。男方这个投资这也一样，考虑清楚，女方多跟老公多沟通，包括孩子方面必须得达成一致的，要么就是他管你辅助，要么就是他管你辅助，这是双方的，孩子也不是你一个人的，两个人的事情，大配合啊。孩子大了以后会拿你们当榜样，以你们这个标准，以你们这个状态，然后去找他自己的另一半啊。你们过成什么样以后，他的80%的影子都在你们这个基础上，那20%是他自己过出可能比你们更精彩。我希望你们两个人也做好表率给孩子。我觉得15年的婚姻，任何一个家庭不可能没有摩擦，有摩擦太正常了，这才是婚姻，这才是真实的生活。如果谁家说过了15年，俩人对彼此都没有意见，那你放心吧，这婚过不下去，过2天就离了。因为我对你无欲无求。我们为什么会对一个人有要求？是因为我对他有期待，我对他有希望，所以我才会有要求。但凡彼此对对方都有要求的时候，我还能提出要求的时候，就证明我们两个人还是一块好好过日子的。可以说拿出来值得说一说的问题，就是丈夫情绪的这个问题。情绪的不稳定，证明自己能力弱。妻子的这个唠唠叨叨啊，可能激化了你的这个情绪。那么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会唠叨？肯定是因为某一些问题你没有处理好，没有做到。我觉得双方一起努力，想让他情绪稳定，我觉得你也是打辅助配合的。明明知道他是一个易怒的人，那么你就收着点儿，出去待会儿。你也一样，发现自己那个劲儿上来的时候，出去待会儿，哪怕你打开窗户喊2声也行，不要做这些有可能会伤及到家人的一些行为。因为现在你的所有的情绪传递，孩子是能接收得到的。那你也不想你儿子以后变成一个路怒症吧？爸爸是儿子最好的一个现实当中的榜样，就儿子一开始都会以爸爸为英雄，为榜样，你是他的力量，你希望他以后长成什么样的人，你就要成为什么样的父亲啊。
所以我觉得当你再有这个情绪的时候，自我调节，在心里面默数3个数，想想自己的儿子。其他的我觉得每个夫妻之间都会有问题，出现问题不可怕，可怕的是我们就把问题搁那儿，谁都不想解决的办法，俩人相互指责，相互埋怨，那这样日子就会越过越累。祝你们一切都好，谢谢。我不劝你们离婚，是因为你们没有离婚的条件。现在2个人都还得相依为命，然后在整个婚姻里头，你的丈夫是属于没有什么惩戒的，砸东西之后他是会得到好处的，砸了电视机将会换一个更好的，砸了手机也会有一个更新的。如果你愿意调整的话，你不妨这样试着来管理自个儿的情绪。我只要发一次脾气，我伤害了一次家里头的任何的物品，我要按原价赔偿给我妻子。而对于我自己，我只能够用比它的价值更低的东西。我砸一次，我降一级；砸一次，我降一级，到最后我只能用上老人机。你的儿子很快就可以到跟你打架的时期了，因为你已经给他做出了示范，叫做怒气不控制。怒气可以迁怒给身边所有的东西。有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要砸东西？对于你来讲，你已经不叫宣泄了，你叫做吓唬。你需要用这一种制造出声响和破坏性，震慑中家里的人，让老婆闭嘴，让孩子听你的。想让这种事情不再发生的话，可能我刚刚说的那个惩戒方法略微有点效，和他对儿子的爱也许能够使他有点收敛。你刚刚说儿子现在已经在打游戏的时候开始骂人，开始带脏话，这些都是跟你学的。人有情绪不可耻，我们每个人都有情绪，每天都会有上头的那一刻。但是怎么样使自己平静，怎么样使自己宣泄且不伤害其他人，这是一门学问，也需要你人到中年必须掌握。好，谢谢闽南老师。来，徐总。我一直在想那是一家火锅店的老板是吧？那个甲方对调制的那个他自以为非常棒的那个麻酱，这家店现在可能已经倒闭了，因为我们很多人去火锅店就是要他那个麻酱那味儿。如果他当初听了你老婆的话，原来我这个酱是有问题的，哪怕我做一些调整，然后多几种口味的选择，这家店可能就火起来了。可他听不得真话，说真话的人是越来越少，听进去真话的人也越来越少了。那个所谓的人生导师带着你去学这个吧，去学很多东西，是你学了很多的知识，但是知识并没有化成知识，智慧的智，见识的识。我们把所有的表象，人与人之间的伎俩，然后商业上的这些阴谋阳谋去掉之后，我们真的是看真心话呀。现在谁能跟你说真心话？身边这位有这样的贤妻，我们要知道珍惜。他不让你去借给那个人钱，他比你可要有知识多了，有见识多了，他知道这钱会被骗的。可你呢？现在知道了吧？要不回来了吧？导师啊，听听老婆的话呀。老婆，我是不是为你说了很多话，因为我很感动啊，因为我觉得你们俩都是憨憨那种很像的夫妻，干嘛要互相去拆台呢？我指的拆台不是说不说真心话，一定要说真心话。他现在就有点飘了。对，他再怎么飘，你看老婆不还支持你，把钱都拿出来了吗？这不是爱你是什么？15年你投资都失败了，但你有一个最成功的投资，对，是什么？告诉我是什么？听不见。是什么？说出来。是你的婚姻，是你在你的左手边这个女人，你怎么败家，怎么去挑她的刺儿，怎么对她还暴力恐吓，砸家里的东西。你砸的是家具吗？你砸的是他对你的感情，但他都对你不离不弃。这么真的人，这么值得你珍惜的老婆，还让他改这改那，好吗？别的不说了啊，点到即止，说点真心话，好吗？就这。先生，你哭啥呢？徐总真的说的我没有感觉到的地方，而且戳到了我的痛点。对，谢谢你们跟我们分享你们的故事啊，也谢谢你们相信我们，求助于我们。那接下来请回到门后，
想一想，待会儿是否要出来。好，感谢大家，请回到门后。好了，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欢迎大家通过金云 App、天津 IPTV 网络电视、万事达手机客户端观看我们本期节目。同时呢，您也可以登录优酷视频、腾讯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。好，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开门看答案。3、2、1，请开门。范华，有啥要说的？我慢慢的改吧，脾气上头，其实真的有所改变，他没看到，但是我会努力用心的去做一些事吧。老婆有啥想说的？我老公很上进，干工作也很认真。老公您最棒。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就像刚才徐总说的，我把最重要的东西差点弄丢了。对，来吧，美好发生怎能不看？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中国广电真情时刻。你看，刚才那句话特别好，特别感人，我差点把我最重要的东西弄丢了。这句话我相信能感动无数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。谢谢你们跟我们分享你们的故事，谢谢你们来到节目，祝你们幸福。谢谢谢谢。好，再见。非常感谢几位老师，同样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陪伴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融美好，共未来，天津卫视。